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曼氏曼语北欧篇的第2篇。在上一篇中呢，我说过了之前去了丹麦的哥本哈根、瑞典的斯德哥尔摩，还有芬兰的赫尔辛基去玩了一圈嘛。然后呢，其实在每个城市都有对应当地特色的美食之旅吧。像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呢，是去做了烘焙；那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呢，就有去参加一个小行程，是有一个导游带队在斯德哥尔摩走街串巷，去探访一些传统的美食市场啊，或者是一些有名的餐厅，或者是一些小吃咖啡馆之类的。那么当然其中呢就有一个重头戏，就是去吃瑞典的肉丸子了。这个肉丸子呢确实是瑞典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食物。据说在瑞典的每一个老奶奶都一定会有自家制的肉丸子，并且有很大的量，放在冰箱里头冷冻着，就是随时准备着，如果有孙子孙女到家里来玩，就可以随时的拿出来招待小孩。那今天呢，就来教大家在家怎么做这个瑞典肉丸子。材料是很基础的，你需要牛肉和猪肉，把这2种肉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再加入一些很基础的调味料。下面首先来准备洋葱，把它细细的切成细丁。然后欧芹也这个时候切掉，这个是一会儿装饰用的。把叶子切下来，然后卷一卷，再细细的切碎。然后这道菜里头要用到牛肉高汤，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偷懒的用这种市售的高汤块，就按说明把它溶解在热水中就好了。下面呢，先来炒洋葱，在锅里要先放入黄油和很少的植物油，黄油融化后就下刚才切好的洋葱丁，然后中小火炒到洋葱微微发黄就好了，放在一旁冷却待用。现在呢，把猪肉和牛肉放到碗中，倒入盐和糖、黑胡椒、鲜奶油，没有的话你可以换成牛奶，然后鸡蛋，接着是面包屑，这里我还放了一点肉豆蔻，就是让它有点香料的味道。我是用整粒的肉豆蔻，用西擦板磨碎，大概用了这么多的样子。再把刚才炒好晾凉的洋葱放进去，搅拌均匀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高汤进去，量不要太多，你大概分2次加入，总共50到80毫升的高汤就够了。因为这个肉末中有面包屑嘛，加高汤可以让它比较软化，水分比较充足，一会儿肉丸子吃起来会比较嫩。拌好的肉最好先冷藏一会儿，让调料能够被肉吸收。然后拿出来把它搓成均匀的肉丸子，要大一点小一点呢，你可以自己看心情。我是比较喜欢它小一点，就大概1口大小。肉丸子搓好了，先待用。这个时候呢，再来准备一下一会儿做酱汁的食材。你需要高汤、奶油、面粉和黄油。下面呢，先起油锅，在一个平底锅里头倒入稍微多一点的油，然后把肉丸子下锅，这样呢，慢慢的把每一面都煎到焦黄。在翻动的时候动作轻一点，不要把肉丸子给碰破了，就让它均匀的每一面都上色，就可以先盛出来待用。现在就来做酱汁了，锅里应该还剩下不少的油，你可以拿干净的厨房纸吸一吸，但是不要把油吸得太干净了，还是留一点。再放入黄油，开中火让黄油融化，然后倒入面粉。你要用油把这个面粉炒一炒，炒到面粉有一点微微发黄的时候，
再把刚才调好的高汤倒下去，高汤的量一次先不要倒太多，我这里倒了大概300多毫升吧。然后立刻用锅铲来搅拌，煮开之后呢，这个酱汁就会越来越浓稠，你可以让它稍微的浓缩一下，感觉它已经有了厚度。再把肉丸子回锅，注意市售的高汤是有咸味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不用放盐的。盖上锅盖，让肉丸子在这个酱汁里头呢再小煮上个8分钟左右吧，中间时不时的翻动一下，让酱汁均匀的裹在肉丸子上面。出锅前再浇上一点奶油，不是必须的，但是会让味道更加浓厚。现在就可以差不多出锅了。再稍微讲一下作为搭配的土豆泥怎么做。土豆去皮切成大块之后呢，倒入冷水中，水中放适量的盐，然后冷水煮开，一直煮到土豆软。沥干水之后呢，放到一个盆中，放入1块黄油，然后适量的盐和黑胡椒。放调料的时候一定要趁热哦。你可以不用把它压得特别细腻，我就比较喜欢土豆泥中还有一些土豆块的口感。现在就可以起锅盛盘了，在盘子里先放上土豆泥，然后再把肉丸子连着酱汁一起浇上去，这道瑞典肉丸子就完成了。这个肉丸子里头呢有猪肉和牛肉，所以相当于是把2种肉的优点给结合起来了。然后配这个酱汁呢，里头有黄油啊，有奶油，还有牛肉高汤什么的，这味道非常的浓厚啊。旁边配的土豆泥也是加了黄油，很香的那种。所以呢，这一盘搭配吃起来其实是蛮厚重的那种。那么就需要一些小菜来平衡它。首先就是这个酸黄瓜，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越橘果酱了。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果酱配肉吃有点怪，但是其实这个果酱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去腥解腻的作用，并且它的甜其实是能够更加激发出这个肉的香味儿的。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慢食慢语的北欧篇一共有3篇，所以下周是最后一篇了。下周呢还是一样的计划，就是周3慢打小馆，周4慢食慢语的北欧篇。但是呢，这2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下周能不能够及时定时的更新。那么如果不能的话，我会通知大家的。那就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